假如10年前有人同你講一個距離烏節路30分鐘車程嘅新樓，以後平均尺價會賣到2500蚊，係當時附近一個樓盤嘅3倍啊！你嘅反應可能會係發神經，仲會同你講佢唔單止賣得貴，佢仲賣得幾好添，差唔多一日賣晒。但係點到你唔服啊？大家好，我係 Eric 交個 P。究竟以前被新加坡人形容為鳥不生蛋嘅地方啊，而家咧卻成為買樓熱點。同時，一啲以前認為非常有投資潛力嘅住宅咧，而家咧卻淪為蟹貨。一啲以前嘅難以想像啊，甚至係天方夜譚咧，嚟到今日已經成為新常態。2024年高樓價、高通脹、高利息，喺咁樣嘅情況下，相信喺新加坡置業入市咧，風險咧都會比以前高。今日為大家準備咗6個你一定要知道嘅新加坡樓市新趨勢，了解晒之後，跟住呢6個 tips。以後你揾樓就會知道邊啲樓多人睺，邊啲樓咧你就可以直接跳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今日嘅內容。首先，好多趨勢咧係從2010年起啊，至今13年，經歷過08年嘅金融海嘯。新加坡政府為咗樓價可以健康成長啊，一共推出咗9輪嘅打擊樓市措施，平均每1年半出一次，直接影響到而家啲買家咧對於選擇地點嘅喜好。從以前投資者必爭、最多賣點、最高人氣、升值最快嘅，好似 CBD 啊、Sentosa 啊、核心地帶，好多行家咧都會推薦呢啲咁嘅地區。10幾年前的確有唔錯嘅收益同埋升幅嘅。由盛轉衰嘅轉折點咧，係從一個樓市降溫措施 ABSD 額外印花稅啊，2013年出台，從最初嘅15%咧增加到而家嘅60%。即刻嚇到啲海外投資者啊、地產投資公司雞飛狗走。睇翻近年嘅樓市走勢啦，所謂嘅核心地帶 CCR 啲 condo 都停滯不前啊，有啲甚至淪為負資產。見到如此失望嘅表現咧，而家識買咧就會轉場，去到地點冇咁中心、更加貼地嘅 RCR、OCR， 亦即係市區邊緣，又或者係郊區啦。咁有強勁嘅新加坡本地換樓同埋首次置業嘅家庭嘅追捧咧，近5年來啊分別升咗23%同33%，足足跑贏 CCR 嘅7%咧幾條街。好似喺 Marymount 地鐵站附近嘅半新樓盤 J-Scape， 附近有名校嘅加持啊，落成以嚟咧獲得全部盈利。依間4房係最誇張，業主2020年咧就以250萬買入，3年後以325萬賣出，帳面勁賺75萬。有啲嘢仲誇張，專為夾心家庭設計嘅 EC Treasure Crest， 唔知大家有冇聽講過啦？以前呢度覺得佢地區偏僻啊、山長水遠啊，價格雖然平啦，不過斷估都冇人會想搬嚟呢度。家陣睇翻轉售記錄，呢度啲業主咧係平均有成68萬嘅帳面升幅。正所謂成敗論英雄，嗰啲市區邊近地鐵站，有名校，有完善配套生活設施。又或者地點雖然就腳，勝在入場門檻低，價格親民，都會受本地人嘅追捧啊！離市區近唔近啊？係咪所謂嘅投資熱點富人區？對於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呢，呢啲一啲都唔重要。除咗 ABSD 咧，仲有一個樓市辣椒 LTV， 專門針對想買多幾套屋嘅投資者而設嘅，降低可以同銀行借貸買樓嘅額度。對於而家啲人選擇買樓買幾多間房咧，其實都有好大嘅影響。以前有好多人咧中意留翻啲錢買翻間細職單位，好似 studio 啊1房，貪佢銀碼細易租抵息，揾下一手買家咧都唔係好難。當佢100萬算啦，以前咧現金成本咧加埋印花稅啊，只需20幾萬。而家買第2套屋咧，貸款額咧就得55%，加上要加埋 ABSD 啦，本地人買咧成本都要成67萬嘅。喺咁高嘅門檻，自然少咗買家炒家，剩低啲買嚟自住。咁嗰啲人佢哋一般都寧願 all in 買間可以滿足家庭需求嘅2房又或者係3房單位。又嚟睇翻近10年嘅表現啦，2房同3房咧分別錄得平均28%同32%嘅升幅。反觀1房咧易租難賣，升值潛力就麻麻。假如你揸住間1房咧超過10年，升幅咧平均就得個5%，真係得雞碎咁多。邊種戶型叫好叫座呢？大家一睇就知嘅。除咗買幾房單位咧好緊要之外咧，買幾大型嘅樓盤咧其實都有講究啊。新加坡樓盤咧一般係分為以下4類啦，大中細各有各好。
不過近年咧，似乎有更多人係傾向買大型啲嘅樓盤。一般人嘅諗法咧係樓盤越大越多住戶，管理費就會分攤平啲。最緊要係成交量夠多，劈價咧先至企得穩啊！所以可以睇得出咧，大型樓盤咧喺轉售價格中咧係比中小型樓盤咧優勝嘅。過去10年咧錄得平均33%嘅升幅。中小型樓盤咧除咗設施麻麻，有啲樓盤一年可能連一單成交都冇。咁銀行估價咧就自然會落後啦。下手買家一般都係會以上中交易尺價作為參考去出價嘅。樓市升幾多，有時同呢啲細樓盤係冇乜關係。有睇開樓嘅朋友咧，應該都會有呢個同感啊！新加坡啲新樓咧會細過以前嘅，就近年咧發展商咧喺新樓嘅室外設計上咧作出好大嘅改變。根據買賣記錄啦，平均面積咧由2003年到2012年嘅1206尺咧，縮水至而家嘅平均958尺。如果我哋攞兩個位處第15區嘅樓盤作為比較啦，一個係有15年樓齡嘅 The Astor， 同上年推出市場嘅 Tembusu Grand， 可以睇得出啦，兩者喺面積方面咧有好大嘅分別。10幾年前要用到1001尺做一個兩房單位，而家3房咧都不過係990尺，而兩房咧就得個667尺。基本上市面上大部分嘅新樓盤咧都會用翻類似咁嘅 size 咧去賣樓嘅。大家睇翻個 floor plan 啦 ，TG 咧雖然面積係細咗，不過間屋咧就攞走咗幾個窗台，少咗條長嘅走廊。大家都係2間睡房2個浴室，實用面積咧其實分別就唔算好大嘅啫。咁設計主打咧就係2個字：實用。其實歸根結底咧，縮水咧係為咗控制價格，所以好多新樓盤咧仲分分鐘平過啲舊樓嘅。喺到呢度咧，你可能會諗點平法啦？你唔使睇翻個尺價嘅咩？而家啲新樓閒閒地2000幾蚊一尺，仲貴過啲舊樓2至3成，尺價平啲唔係更加抵買咩？舉翻啱啱嗰個例子啊 ，The Astor 平均2180蚊嘅尺價，比 TG 平均尺價2474咧平咗成300幾蚊嘅。不過假如你睇真啲，一個有15年樓齡嘅兩房賣緊220萬，另外同區新樓賣150萬，又或者3房都係賣緊230萬。咁啊，價格對比之下咧，又好似新樓咧仲抵買啲喎。對於大部分要上車家庭而言咧，尺價咧已經唔係單單衡量貴或者唔貴嘅唯一標準，而係睇你喺一個 budget 之內咧，可以買到幾多間房，多過有幾大嘅面積。不過我知你實會講啊，我都知 The Astor 係 freehold，TG 咧係99年，咁梗係買 freehold 有更好嘅保值同埋升值潛力啦。freehold 塊地咧係業主共同永久擁有，咁啊政府咧過咗99年咧就唔會同你收翻嘅，咁啊長線更加有保值潛力同埋話事權，呢種講法咧完全冇錯。不過事實上咧，99年啊喺近年咧已經俾大部分人認可啊，尤其是係啲後生仔女。呢個咧係 freehold 同埋99年物業升幅走勢對比。過去10年咧 freehold 樓價咧平均升咗28%，而 leasehold 咧升咗42%，多足足14%。主要原因係啊 freehold 地價咧一定會比99年樓咧起點要高，成本高自然價格就會更加高啦。加上大部分人一間屋都唔會住成世啦，咁自然會有更加多人寧願考慮價格低啲，可以早啲上車啲99年物業，尤其是係後生嗰啲，合理價錢，幾錢可以入場先至係佢哋揀樓上車嘅核心問題。今時今日嘅市場環境咧，好多人都有呢個疑慮，就係而家買樓會唔會係高價接貨呢？又或者而家唔買，遲啲買會唔會仲貴啲呢？咁好似4年前咧，市場達到歷史新高，之後就係 Covid lockdown， 咁樓市咧好似都有所回調啊。喺呢種情況下咧，我嗰陣時都估個樓市可能會進入熊市，結果佢不跌反升，仲足升足4年。所以幾時上車呢個問題咧，冇人可以俾到你肯定嘅答案啦。有買樓自住需求嘅，唯一可以做嘅係跟住個市況買有市場需求嘅樓。起碼勝算都會高啲啊嘛！如果今日嘅內容咧對大家有少少幫助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幫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假如有啲其他今日冇 cover嘅內容咧，或者有啲咩問題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啊！我係 Eric 加個 P， 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